满月有一面狩猎墙，墙上的每一个人都和他的血海深仇有关。他不是侦探，却要不断调查，补充着这些人的资料和底细。其实这面墙是他房间的落地窗，18年来的每一个夜晚，当黑色月光照进窗子，他的伤疤就会被一次次揭开，仇人的脸也会在暗月之下越发清晰。于满月和于西晨姐妹18年前同时考上了大学，细节是满月读的是美术专业，西晨呢以前5名的成绩考进了医学院。你学美术很容易考的，那么容易考，你怎么不考？当天还是于氏夫妇结婚25周年纪念日，邻居发小朱柏忠也带着姑妈前来祝贺。本该是充满希望、其乐融融的祥和景象，却被一群人渣践踏粉碎。遭人下药迷晕的于满月醒来时，发现自己和妹妹西晨都被绑架在一间酒店内，对他们实施侵犯的是宝业集团的2个富3代蒋基俊和邝永元，而赶来善后的人正是2个恶少的亲爹宝业集团大佬蒋先生和他的助手兼管家老邝。他们买通黑警莫 Sir， 先把2个少女扔下山崖，得知姐妹俩没死，莫 Sir 便捏造罪名，诬陷满月和西晨吸毒藏毒，还故意勾引富家阔少。父亲被牵连入狱，在狱中心脏病突发去世，母亲也撒手人寰。蒋基俊和邝永元却被无罪释放。朱柏忠一怒之下把汽油瓶扔进蒋宅，被判刑8年。这就是满月隐忍了18年的仇恨，他要让蒋家血债血偿。细节回收，别忘了满月是学美术设计的，虽后来改学传媒，但毕业后能一路成为危机公关公司的高级客户经理，靠的就是美术生的一大特质，把想象的画面用色彩勾勒出来，一步步化为现实的能力。 TVB 大女主复仇剧最经典的莫过于开篇的女王登场，黑色月光自然也是如此。满月的客户介绍发现和自己亲密接触的网红宝儿私藏摄像头偷拍，失手打晕宝儿后以为闹出人命，随即联系危机公关。接下来就是摩恩姐展现女王霸气的神操作时间了。喂，梦姐，刚刚发了资料给你，我们还在找更多的资料，随时发给你。刚才我叫你拦住那些记者，他们怎么样？知道是梦姐吩咐的，都已经走了。剩下的事我来处理，辛苦了。不懂危机公关的可能没看明白，小生来翻译一下这波神操作。让团队扒出网红女的各种黑料，是为了控制不住局面时备用。网红女提前约来狗仔队，是为了将事情闹大，敲诈谍少。那把这些记者全都打发走，他就只剩下报警一条路能选了。趁他昏迷喂下违禁药物，是让他有口难辩。接着就是等当事人醒来，处理所有摄像头和云端录像了。我要报警。随便你啊，不过我也会跟乔太太说你上次和乔先生的事。上一届电影节的那个女新人只是跟乔先生调情，她的脸就被人给毁了。这里有5万，我要视频的云端密码。最后还要留有余地，替对手着想，不能把事儿做绝。那么多名牌产品，今晚便宜你了。我不希望你这个样子被人看到，一条生路一条死路，你应该不会选死路吧？办事如此利落，滴水不漏的危机公关，哪个客户会不喜欢呢？但不要忘了，满月自己也是被这些资本家们戕害的复仇者。听着网红宝儿在背后的谩骂，他的心里即便有所动容，也要不露声色，因为在这个圈子混，心不狠就成不了事儿。混蛋！你帮那些混蛋有钱人做事，你也不是什么好人。热播剧《黑色月光》中的黑，不仅代表女主于满月的黑化，还有一层含义是仇恨对人心的反噬。复仇者同时也将坠入暗月的深渊。满月想要接触到他的复仇目标宝业集团的蒋先生，首先必须上位。宝业集团出现财政和舆论危机，在股东大会的危机公关提案中，他的方案是让蒋先生的儿子身在英国的俊少以集团接班人的身份回国，稳住舆论。而这位俊少就是当年侵犯他的人渣蒋基俊。只可惜蒋基俊在国外酒驾肇事，正官司缠身。蒋先生也对这个花天酒地不成器的儿子极不信任，转而采用了满月的师傅胡泽伦的方案，在股东大会现场安插群演，不让任何负面消息被媒体曝光，名为师徒，实际上是竞争对手。这依旧是 TVB 职场商战戏熟悉的味道。公关第一课要查清所有背景，不交的你不进。
男主程峰是另一个财团的精算师，他的任务是在股市上狙击宝业，做空宝业的股票。但当大女主开始复仇，全世界都要为他让路，男主也不过是配角，更何况名义上的师徒。股东大会现场，程峰假扮群演想要混入会场，满月早就得到消息，阻止穿蓝色西服的男子入场，但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先生，如果你想进去，我建议你换套衣服。程峰在会场发难，抖出了宝业集团的黑料，媒体瞬间哗然。同一时间，满月安插的搅局者也向蒋先生丢了蛋糕。现在轮到莫文杰来力挽狂澜了。蒋先生，你跟大家说，多谢他的蛋糕，不过医生说你血糖高，不能吃。呵呵，谢谢这位股东请我吃蛋糕，不过我先领了。我的体检报告显示我血糖高，真是不好意思。OK。我先去换件衣服啊，谢谢你。这波操作又是一石三鸟，既利用程峰破坏了师傅胡泽伦的部署，又能将自己安排的捣乱之人甩锅给程峰所在的竞争对手公司，而自己在关键时刻替蒋先生解围，坐收渔利。其实在满月的计划里，程峰只是随机应变的外援，他早就打算搅乱股东大会，然后再将师傅置于死地了。这次公关事故本就让胡泽伦在公司威信扫地，紧接着满月把自己暗藏的2张底牌丢了出来。原来胡泽伦涉嫌泄露客户机密，还有对女下属性骚扰的证据，早就被他查到。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再好不过。我的上司胡泽伦用职权逼我跟他发生关系，还不断恐吓我，不让我报警。幸好老天有眼，让我找回了这段录音。我受不了了，你再这样我真的会报警的。我们是你情我愿的，你报警也没用，而且没人会相信你，只会认为你是想靠上司升职。做掉竞争者，顺利上位，接手宝业的所有公关项目。这一仗，复仇的暗月女王又赢了。题外话，饰演师傅胡泽伦的香港艺人郑启泰，在去年热播剧《新闻女王》中也有过出彩演绎。今年2月，年仅56岁的郑启泰因病去世，又一位港片黄金配角离开了我们。正如《黑色月光》片尾曲《暗月》的歌词一般，无论哪个方向，陷入仇恨的人都无路可走。站在背后，你我皆为同囚。纵然于满月成功获得蒋先生赏识，打入仇人阵营内部，也按计划说服蒋先生安排儿子蒋基俊回国，还把出狱的朱百忠安排进蒋家做俊少的司机，为自己收集情报。但他能施展的也只有阳谋。当蒋基俊通过满月耳边的痣，第一时间认出了她就是18年前被自己蹂躏的女子，满月唯有继续隐忍，获取仇人的信任。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经过那么多年，你还记得你对我做过？那你接近我有什么目的？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他不惜自导自演一出苦肉计，先安排记者拍摄俊少的荒淫无度，再亲自驱车拦截记者，以表忠心。在这场复仇里，他甘愿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哪怕是对他暗生情愫，也看出了他复仇端倪的程峰想要帮他，得到的也只有冷言冷语。你什么时候需要我都会帮你的，只要你说，我就会在你身边。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从你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关心，但对于我来说，是多管闲事。莫文杰想要的不只是把仇人绳之以法那么简单，他还要离间这些各怀鬼胎的人渣，让其彼此相残，杀人诛心。他刻意接触警校毕业暗恋自己的男孩莫家朗，因为家朗的父亲就是当年被收买的黑警莫 Sir。 善良正直的莫家朗一直把父亲当作自己的榜样，在他正式成为警员后，满月将多年来收集到的莫 Sir 渎职犯罪证据用匿名邮件发给家朗，因为他笃定极具正义感的莫家朗一定会亲手逮捕父亲。果然，家朗劝父亲自首，致使莫 Sir 在逃遁跑路期间出车祸，横死街头。随后又与澳门赌场放高利贷的财哥联手设局，让蒋基俊的跟班当年侵犯妹妹西尘的凶手邝永元欠下巨额赌债，再和讨债人配合，威逼邝永元向廉政公署举报父亲老邝代表宝业集团行贿，在宴楼报告中作假，致使老邝失去蒋先生的信任。
任，成为弃子，面临替集团顶罪坐牢的结局。朋友和父子全都反目之下，丧心病狂的邝永元不惜为了钱亲手弑父，落得通缉犯的下场。现在仇人只剩下穷途末路的蒋氏父子了。下一个轮到在莫文杰精心策划、层层挑拨下，宝业集团3代人的基业逐步土崩瓦解。黑色月光剧本中对于宝业集团的设定很值得玩味，这个业字本意就是轻薄的铁片。刷这部剧最爽的地方就是无论多大的资本家，在复仇的暗月女王面前都是吹弹即破的纸老虎。至于蒋氏父子如何成为莫文杰股掌之中的猎物，如何付出代价，小生不过多剧透，只想告诉大家，你敢信剧集刚更新到一半，满月的狩猎墙就已经清空了？但当复仇者完成了目标，或许也并不会开心的大笑吧。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因为我也曾经有一个我很讨厌的，他得到他应有的报应之后，我刚开始以为我会很开心，但是我没有，我当时还反而觉得很空虚。故事回到18年前，是谁在咖啡馆门口下药，将满月迷晕？妹妹西城赶来找姐姐时，又是谁把姐妹俩绑到了蒋吉俊和邝永元的房间里，迫使他们被侵犯？这是一场巧合，还是一场阴谋？复仇之路没有尽头。小生常说，现实永远比剧本故事要残酷得多。可这场复仇大戏，让小生看到了爽，更看到了悲。暗月之伤还在继续。试问黑色月光映射出的人间疾苦还有几何？清醒一点，这个世界谁有势力谁做主，不分对错。我不信这个世界资本家神奇。没错，退缩，退